决定命运的不是努力，而是这个瞬间的潜意识选择。为什么99%的人都错过了人生真正的转折点？今天我们要深入解析命运转向的关键机制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博士高维研究所。今天这集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，却极少人看懂的主题：命运到底是怎么被决定的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明明做了决定，却在事后后悔，或者当初一个看似很小的举动，回头看才发现，它其实悄悄改变了你一整段人生。我们都以为命运是被重要选择决定的，比如读哪所大学、选择哪份工作、要不要结婚、移不移居。但真相是，命运并不是发生在你深思熟虑的那一刻，而是在那些你以为无所谓，其实早已默认的小瞬间。心理学上，这被称为潜意识自动选择机制。你以为你是自由意志在做选择，但其实你的大脑早已透过潜意识里预设的路径，在毫秒级别下替你决定了方向，就像自动导航一样。而这些自动导航系统，从你小时候的经历、家庭环境、社会评价中一点一滴建立起来，最后变成了你的人生惯性。潜意识如何自动选择你的命运？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，大脑为了节省能量，会尽量避免每次都重新评估选择，它更倾向于快速处理，靠旧有经验、熟悉的模式、过往的情绪判断来快速决定下一步行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常常不由自主地选择同类型的伴侣，总是错过机会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明明换了工作，生活却还是感觉没有变。因为这些都不是理性选择，而是潜意识选择。你的脑中有一个默认命运路径，就像某种设定好的电路，只要你没觉察，它就会自动运行，带你走上那条熟悉但不一定适合你的道路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越努力反而越感到疲惫，因为你努力的是同一条老路。为何努力总是没结果？因为你忽略了这个触发点。很多人认为努力是改变命运的关键，但如果你一直在旧有的潜意识设定下努力，就像是在原地跑步，再拼命也离不开原点。真正的转变不是靠更大的努力，而是觉察什么时候你又走回了熟悉但错误的旧路径。这被称为命运触发点，是那些情绪上特别熟悉的时刻。比如你在谈判前突然变得不安，就会选择沉默，或者别人质疑你，你又下意识开始解释、讨好。这些不是你的性格，是你潜意识中为了生存而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。而你每次在这些点上没看清，你就会一再错过真正的转折机会。根据高维心理建模理论，每个人的命运轨迹其实都在一种内在驱动模式中运行，而这种模式通常分为3种类型。第一种，被动轮回型。你可能会发现，有些人一生都在等，他们等工作机会出现，等对方先开口，等运气变好。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，看情况吧，我也没办法，顺其自然吧。但顺的不是自然，而是潜意识就剧本的自然延续。他们不是真的没有选择，而是习惯把主动权交给他人和环境。于是你会看到这样的循环：恋爱对象总是换了人，但问题一样；职场换了公司，但依然被看清、被压榨。每一次改变都像走在一个看似不同，但其实早就设好的圈里打转。他们的人生就像设定好自动播放的影集，剧情差不多，主角不太敢改剧本。第二种，理性努力型。这一类人常常是最让旁人佩服的存在。
他们有计划，有执行力，行动总是干脆利落，像是掌控一切的高手。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，他们虽然一直在前进，却总是陷在一个效率很高但方向错误的模式中。他们不断的学习，换跑道，设目标，却很少停下来问一句：我现在的选择是基于信任未来，还是恐惧失败？比如，他们选择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看似成熟，其实只是担心搞不好会没饭吃。他们设定严密的目标，却完全忽略了内在的真实渴望。最后，他们变成了聪明的原地打转的专家，跑得越快，陷得越深。第三种，觉知创造型，这样的少数人开始觉醒了。他们不再只是思考要怎么做才对，而是开始追问：这个决定是出于我的信念，还是别人的期待？我现在的反应是源于恐惧，还是源于对自己的信任？他们敢于在关键时刻停下来，觉察内在剧本，甚至重写它。他们懂得，真正的改变不是环境换了，标签变了，而是你在当下做出的反应，改变了方向。于是，他们开始选择不同。当别人沉默时，他们愿意开口表达；当恐惧浮现时，他们决定还是勇敢一试。当旧有模式想把他们拉回安全区时，他们微笑说：我选择新的可能。这类人就是命运创造者，他们的人生开始不再是被写好的剧本，而是每一刻都有新的选项。那么现在问问你自己，你属于哪一种模式？是被动的等待型，高效但卡住的理性型，还是开始进入创造的人？先认清自己的命运驱动模式，你才能真正拿回命运的方向盘。那要如何真正做到改写潜意识的选择？有3个关键步骤。第一，延迟反应。当你情绪一上来，不管是愤怒、害怕、讨好、否定，先不要立刻做出反应，给自己10秒钟深呼吸，然后问自己一句话：这个决定是基于恐惧还是信任？第二，设计新的反应路径。如果你发现你过去总是回避对话，总是牺牲自己来维持关系，这一次你可以练习表达真实想法，哪怕只是一次简短的我有点不舒服，这就足以打破旧有路径。第三，持续训练觉察力。命运改变不是靠一次大觉醒，而是在无数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里，持续练习选择新路径。现在，请你和我一起进入一个简单却强大的命运觉察练习。找一个安静的位置，闭上眼睛，轻轻地把注意力收回到你的身体和呼吸上。回想一下，今天有没有一个片刻，哪怕只是短短几秒钟，你感到内心卡住了？也许是某个决定迟迟做不出来，也许是面对某人的言语，你瞬间退缩，否定了自己。请回到那个当下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问问自己：我当时的反应是出于恐惧，还是出于信任？如果我不再被过去的经验绑住，如果我允许自己拥有新的可能，我会做出什么不同的选择？静静的让这个问题回响在你的内在。现在，请在心中清晰的默念：我拥有重新选择的自由，我的命运从此刻开始改写。这不是幻想，也不是仪式感，而是你正在为自己的大脑与潜意识下达一个新的指令。慢慢睁开眼睛，看看这个世界有没有什么不同了。你也许会发现，那种被命运推着走的感觉开始松动了。你开始拥有了停下来思考和另辟路径的能力，而这就是命运转向的起点。
如果你愿意让这个选择持续生效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已启动命运重选机制。这不仅是对外的宣告，更是给你潜意识发出的明确信号。我是博士，感谢你走到这里。记得订阅三博士高维研究所，在接下来的内容里，我们将继续带你深入探索潜意识觉醒、能量转向与命运创造的核心机制。你不是偶然来到这个频道，也不是偶然看到这支影片，因为你正在经历你命运的关键时刻。下一集，我们一起走得更远。